女人优雅地敲击着自己的脸颊，这并非轻浮的娱乐行为，而是一场与法庭上死刑犯进行的隐秘交流。她以摩斯密码巧妙地询问男人自己该如何解救她，男人眨眼回应，两人迅速传递信息。女人连忙用笔记录下这突如其来的默契。而与此同时，法庭的审判也结束了，男人被判砍头，然而他却丝毫不慌，因为就在刚刚，他已经和这个女人密谋了一场前所未见的越狱计划。而这个男人正是令人闻风丧胆的珠宝大盗德伯利克。夜幕降临，女人按照德伯利克的指示来到一堵旧墙面前，从左往右数，轻推第3块砖，墙面缓缓升起，里面是一辆豪车。女人驾车前往下一个地点，在看到37公里的路牌后，轻按开关，山体化为一扇门，揭开了一条通向末日地堡的神秘通道。在地堡深处，女人找到一个保险柜，输入密码后，柜门打开，显露出满满的钞票和五彩斑斓的药瓶。她找到德伯利克指定的黄色和绿色药剂，准备用它们来进行越狱。然而任务并未结束，她还需要找到游戏的关键人物司法部部长。这位部长不仅利用职权贪污腐败，而且还是个老色批，看女人长得漂亮，一直都想把她弄到手。不曾想上班正摸鱼呢，女人竟主动送上了门。她迫不及待地关上房门，立刻就想做点什么，而女人却说，既然你那么爱我，那也总得为我做点什么吧。部长当场发誓，愿为小宝贝上刀山下火海。女人轻轻一笑，这可是你说的啊。接着随手拿起桌上的报纸，看到德伯利克即将上断头台的新闻，便说自己对这个传奇人物很好奇，想在他死之前看一看他长什么样。部长听后果断拒绝，那可是死刑犯。女人只好放大招，他用鼻子挑逗了一下部长，部长当即改口，也不是不行，但前提是他要陪女人一同前往。女人轻轻一笑，一切皆在掌控之中。当天晚上，两人顺利进入监狱，部长以提审的名义进入审讯室，但20分钟后就冷冷地走了出来。他宣称德伯利克一言不发，像个傻子。监狱长也证实，德伯利克自被关押以来就一直面无表情。行刑的日子转眼即来，德伯利克被带上断头台，狱警剪去他的衣领，将他压制在断头台上。然而此刻德伯利克仍然面无表情，仿佛这一切都与他无关。就在这紧要关头，探长突然意识到事情不对劲，他回想起在德伯利克家中发现的人皮面具，突然明白自己被耍了。但为时已晚，因为老外不会说刀下留人。德伯利克的人头滚没，扯下假脸皮，果然死的不是德伯利克，而是司法部长。原来就在昨晚，女人用美人计诱骗部长去监狱探监，结果刚进审讯室，他就把一管绿色药剂插进部长的脖子，这东西俗称乖乖水。有了这个，他们得知部长将贪污的钱财全部藏在银行的金库里，而金库的钥匙就藏在办公室的保险柜里，保险柜的密码是6个6。随后女人又给部长注射了一针黄色药水，而这东西可以使大脑完全不受自己控制，看起来就像个傻子一样。最后再换上提前准备好的人皮面具，就这样，德伯利克在狱长的眼皮子底下逃走了。事已至此，为了不打草惊蛇，探长决定将计就计。他对外宣称德伯利克已经被处决，暗地里则准备对他进行抓捕。而德伯利克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暴露，他带着部长的面皮，大摇大摆地走进办公室，打开保险柜，拿到了银行金库的钥匙。正准备离开时，警长给秘书打来了电话，他把真相告诉了秘书，并让他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拖住德伯利克。可不巧的是，这一切刚好被德伯利克听到，意识到身份暴露，他果断从后门逃走，恰好和赶来抓捕他的警察擦肩而过。既然身份已经暴露，那这副皮囊也就没用了，光明正大去银行拿赃款是不可能了。于是他钥匙一扔，开始执行 B 计划。首先让女朋友伪装成富婆来银行储存名画，然后趁机弄清楚银行的安保系统。恰巧银行经理是个老实人，为了证明自家银行特别安全，就把金库的构造一五一十全部告知。聪明的女人把这些一一记下，最后还来了个总结。经理补充道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外墙和保险库之间的铁丝网千万不要碰，一旦碰到会立刻发出警报，警察5分钟内就会赶到。随后经理递给女人一把钥匙，跟她手中的那把同时转动，保险库门才会打开。随后把名画放了进去，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箱子里根本就不是名画，而是一台激光切割器。做完这一切，女人的任务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就是德伯利克的表演时间。当5点钟银行下班，10分钟后灯光一关，他就准时启动，发射出2道激光，将保险库的钢板墙融化掉，并于6分06秒后准时关闭。为什么时间要算得如此精准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激光能把钢板完全融化，而又不会触发外面的警报网。接着德伯利克从银行外面的井盖进入下水道，顺着管道一路来到金库下面，用特制的圆规钻头把金库外墙钻个孔，再把水泥抽出来。这样一来，外墙内墙都打通了，只剩中间的一层铁网了。这个铁网只要触碰就会发出警报，但德伯利克却丝毫不慌，
他拿起一根钢管，稳稳穿过铁网中间的小孔，然后在保险库的锁上滴了几滴硫酸，小锁瞬间融化。接着他打开身后的排水管道，水流喷涌而出。他趁机换好潜水装备，等大水漫到铁丝网，警报立刻响起。保安听到动静后连忙查看监控，看到保险库里灌满了水，以为是水管破裂，就关闭了警报，然后不紧不慢地打电话给经理，随后又叫来消防队。但狡猾的德伯利克早有准备，他破坏了经理的必经之路，迫使他绕道而行，因为只有经理才有保险库的钥匙，其他人没钥匙，只能在外面干瞪眼。此时水位漫过电闸，导致短路，监控瞬间报废，时机已到。德伯利克潜入银行内部，找到部长的保险柜，轻松打开柜门，顺利拿到价值上亿的珠宝。可当他准备出来时，却发现外面已经被警察包围了。原来探长早已洞察了一切，他迅速调动警力前往银行，甚至连下水道口都安排了人手。尽管德伯利克早已算到了一切，可他却没料到警察的部署如此之快。幸好女友及时出手，用飞针制服了卫兵，为德伯利克争取了逃脱的时间。他迅速逃离银行，探长紧追其后，一枪击中德伯利克的肩膀。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，德伯利克察觉到了异样，他将探长引到岸边，女友突然现身，一棍子打翻了探长。德伯利克趁机夺走手枪，但他最后并没有杀探长，因为他是个侠盗，不杀好人。随后他就和女友坐上快艇，潇洒离去。几天后，一名黑衣大侠闯入了号称安保无敌的金库，他毫不费力就爬了上去，手起刀落，轻松就解决了一名守卫。说好的最强安保呢？原来队长和小弟们正在楼下扎金花，屋里头放着价值10亿的皇冠，竟只派了一名保安把守。人家盗贼心里美滋滋，轻松拿下。保安大队听见警报声响起，慌慌张张地冲上去查看。队长掏出钥匙，可门却死活打不开，显然是被反锁了。队长脑洞大开，拿出一捆炸药让小弟引爆。5分钟后，门被炸开了，而大家惊讶地发现皇冠和盗贼也不见了，是德伯利克，他用滑翔伞从窗户飘走了，随后稳稳地降落在女友伊娃驾驶的跑车上。没错，雌雄大盗再度崛起。第二天晚上，珠宝公司办了一场时装秀，场内贵族云集，5名模特穿着珠光宝气，在灯光下翩翩起舞。突然间灯光全灭，一个警察冒了出来，号称是来保护他们的。没多久，模特们便被关进一个卡车货箱。原来这是个套路，卡车司机正是德伯利克的女朋友伊娃，他叫女孩们脱掉全部珠宝，然后把他们扔在了马路上。女孩们本想报警，结果一个混混冲了上来，想搞事情，没想到却被领班小姐姐一招制服。原来这些模特是被派去引诱德伯利克的卧底特工，整个珠宝秀就是一个局。这些珠宝被浸泡过特制药水，而他们的位置一直在警方的雷达上。此时德伯利克和伊娃开车回到末日地堡，整理着抢来的宝藏，而警方也紧随其后，一路追踪到山体旁边。他们用炸药炸毁了山墙，发现了一条通往深处的隧道。基地的警报顿时响起，好汉不知眼前亏，德伯利克只能选择放弃所有珠宝，带着女友通过密道逃离。尽管如此，探长和他的手下却紧追不舍，而伊娃在逃跑过程中却被一块石头卡住。在此危难之际，德伯利克却做出了一个自私的决定，他抛弃了女友，选择独自逃亡。这哪是侠盗啊，呸，渣男！伊娃拼命地挣脱自己的腿，面对警察的追击，最终他跳入水中逃脱。警方调查发现了满屋子的宝藏，包括名画、黄金和数不尽的珠宝。同时探长还找到一个废弃工厂的蓝图，他怀疑这正是德伯利克的另一处藏身之地。探长和他的手下分头调查了工厂，发现这是德伯利克制造面具的地方。很快德伯利克就回到了这里，他偷听了警察的谈话，等到他们换班时，决定去偷出面具。不巧的是，他在行动时被值班的胡子哥发现了。胡子哥朝着他疯狂开火，却只击中了后面的镜子，枪声引起了外面同伴的注意。他们冲进去后，发现胡子哥已躺在地上，不省人事。同时人脸打印机也被德伯利克偷走了。探长对此感到非常失望，但他却并没有放弃。他被传唤到法务部长的办公室，讨论下一步的行动。在谈话中接到伊娃的电话，他提出了一项交易，他有办法抓住德伯利克，条件是送自己安全出国。部长命令他与伊娃合作，因为德伯利克才是主要目标。然而探长却有着自己的小算盘，他一边在电话里拖延时间，一边安排手下搜索电话亭的位置。本以为可以来个瓮中捉鳖，却没想到伊娃来了个金蝉脱壳，让警察空手而归，颜面尽扫。与此同时，在德伯利克的地堡中，一队警察正在检查赃物。这个眼镜妹发现珠宝套装中少了一个手镯，她将这条重要信息告诉了探长。探长笃定手镯肯定戴在伊娃身上。胡子哥通过雷达追踪到了伊娃，并试图抓住他戴罪立功，但却被伊娃轻松制服，并夺走了他的枪，随后开着他的车扬长而去。警长带着援军缓缓赶到，发现胡子哥安静地躺在地上，手里还拿着伊娃的手镯。这下好了，雷达也失效了。从那以后，胡子哥便被转为文职，协助眼镜妹进行证据检查。探长再次被法务部长谴责，他不得不与伊娃合作，否则就面临解雇。迫于压力，探长只好同意。他通过报纸将消息传达给
给伊娃。随后他们在灯塔顶上会面，伊娃表示他想要向渣男复仇，并提出了一个计划。他要求警方向黑帮传递信息，说他们会将赃物转移到安全屋，然后建议使用一辆装甲车作为诱饵，而真正的宝藏则用另一辆普通货车运输。他建议将德伯利克引到运输途中的隧道里，在那里可以轻松将他包围并捕获。探长同意了这个计划，他雇了一名卧底特工，将信息传到黑帮，以便再将消息透露给无处不在的德伯利克。今天是行动的日子，探长夫人请了镇上最好的化妆师为他打扮，因为他已提前准备好了庆功宴。而地堡这边，警长正在为押运队伍分配任务。当他要求由一名勇士驾驶装有真正宝藏的货车时，犯错了胡子哥自愿承担这个光荣而危险的任务。尽管眼镜妹努力劝他别去送死，但他还是下定决心想要将功补过。随着探长的信号，装甲车在大量警卫的包围下从地堡出发。他们离开后不久，胡子哥也带着一车珠宝驶出地堡，而他却朝着相反的方向驶去。警察看守的货车很快进入隧道，但却发现自己被困在里面。突然间，他们发现一个神秘人从隧道墙上出现，迅速将他包围，轻松拿下德伯利克。然而仔细一看，发现那个黑影竟只是一个假人。与此同时，聚会也开始了。探长夫人去衣柜拿施救项链，却发现已经被人偷了。雌雄大盗果然无处不在啊！胡子哥从公路转向了一条秘密森林小道。不久后，他到达了预定的集合点，在那里等待伊娃。原来，伊娃伪装成探长夫人的化妆师，并偷走了她的项链。此刻，胡子哥也摘下了面具，他正是德伯利克。至此，一切揭晓。原来这一切都是德伯利克绝妙计划的一部分。他故意制造了一系列事件来欺骗探长抛弃伊娃，并展现出渣男行为。而伊娃跳入水中逃脱，则是他宏伟计划中的一步。在工厂仓库中，德伯利克杀死了真正的胡子哥，然后复制了胡子哥的脸，玩了一把角色扮演。话说回来，面对如此神颜的女友，谁会愿意做渣男呢？是吧？